每次剧荒的时候，《甄嬛传》永远能够让人重新拾起对电视剧的热爱，不管看多少遍，都能从中发现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细节。大家都以为甄嬛的命运是最幸运的，殊不知比其手握权力，她更期待的是与所爱之人长相厮守。至于皇后，打着爱皇帝的名义，肆意去祸害人家的子嗣，跟魔鬼有什么区别？不过甄嬛与宜修之间的争斗，跟背后的队友也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宜修用人，除了颜值在线之外，还得会使点小手段，而且他不喜欢用智商过高的人，原因很简单，怕真的给别人做了嫁衣。甄嬛则不同，愚笨的人他是从来都不肯用的，想要做他的帮手，只要忠心就可以，再加上都是被皇后伤害过的，大家的目标也会很一致。除了队友之外，从身边伺候着的侍女也能看出宜修与甄嬛之间的差距。简秋看似忠心，实则是个一门心思往高处爬的人。当初华妃身边的人被宠幸之后，简秋脸上藏不住的嫉妒就已经在表明，她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压死宜修的最后一棵稻草。果不其然，在宜修被软禁之后，简秋就开始犯糊涂了。护主心切的简秋从未见过皇后如此狼狈过，多年以来她受到皇后不少眷顾，就当是用甄嬛的命换回主子的自由，哪怕搭上简秋自己的命，她也是在所不辞的。可命运是眷顾甄嬛的，本来那碗有毒的粥是递给甄嬛和她儿子的，想不到提前入了他人的口，而简秋的奸计就此暴露，宜修的遭殃也是难免的。如果说简秋没有下毒的话，即便皇后被软禁，她依旧是自由之身，而且皇后只要一日不被废掉，那简秋永远是宫女的头目。只可惜糊涂的她，非要为了给主子伸张正义，去毒害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与孩子，这不明摆着找死吗？顺便还把自己的主子给拖下了水，如此蠢笨的法子，也只有简秋能够干得出来了。宜修是痛恨甄嬛，但不会采取下毒这么明显的方式去害甄嬛，因为只要甄嬛死了，自己也逃不掉。简秋自认为只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宜修就能逃过一劫。殊不知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代表着宜修，这让皇帝怎能不恨？说到底还是简秋眼皮子太浅了，浅到自掘坟墓都不知道。甄嬛身边的锦汐就不同了，为人成熟稳重，即便再痛恨他人，也不会用自己的法子去替甄嬛鸣不平。他与简秋都是宫里的老人了，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宫里的残酷，只要没有甄嬛的命令，锦汐肯定不会擅作主张的。即便是甄嬛被软禁，锦汐也不会偷偷下毒，给甄嬛找不自在。简秋以为自己的行为会让皇后感动，殊不知宜修在心里有多痛恨她的不争气了。